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我们前几集介绍了一些 ADHD 的症状、ADHD 的脑部扫描，还有 ADD 的症状，还有对我们自己更多了解之类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对于 ADHD 有更多的了解。相对的，有一些朋友可能早就知道自己是有 ADHD， 或者是已经看过医生知道自己有 ADD 或 ADHD 的人，开始会有一个疑问，然后呢？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Dr. Ned Holloway， 他其实也是一个在美国的精神科医师，他在 ADHD 方面他写了非常多的书，治疗过非常多 ADHD 的人。他所推荐的5种管理 ADHD 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呢，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那我们这一个系列呢，是所有的 ADHD 相关的一些资讯。那如果你未来想要听其他方面的资讯的话，欢迎帮我们在下方留言哦，或者是私讯来告诉我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Dr. Ned Holloway 他所介绍的5种如何跟我们的 ADHD 共存的一个方式吧。第一个呢，就是考虑是否要吃药。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药的，我们在之前影片就有提到过了。其实呢，有些人他可能在吃药之后呢，也许不见得会比较好，其实反而是会让他们的症状更加的焦虑，或者是更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药，但是有一些人呢，确实是需要吃药来控制他们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变成是你必须要去跟你的医生讨论，依照你目前的症状的严重性来考虑是否需要靠吃药的方式呢，来去帮助你维持你的症状，或者是管理你的症状。那一样的，去咨询你的医生才会知道你适合是什么样的一个处方。OK。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他提出来也是非常多的研究结果所呈现出来的，这跟我们上一次讨论的 Dr. Russell Barkley 他所提出来的部分是一致的，也就是具有 ADD 的人呢，其实非常建议去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如果像类似像跑步啦、慢跑啊这样子的运动的时候，会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除此之外呢，也因为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一下体重是放在左脚，一下体重是放在右脚，我们在左右这样子的平衡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小脑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小脑呢，其实我们在上一个影片也有提到了。就是 ADHD 呢，其实跟我们的小脑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的小脑呢又会去直接传送讯息到我们的前额叶的部分，会影响我们执行功能。所以呢，在很多的研究里头就发现，如果我们有 ADHD 的朋友们呢，能够在1周有3次，然后每一次至少20分钟的运动的状况下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症状是会大大改善的哦。所以这个部分非常建议大家能够试试看哦。好，那第3个呢，就是不断的去教育自己，去吸收更多相关的资讯，因为每一种 ADHD 的症状都不太一样。在美国 ADHD 呢，其实就是所谓的 neurodivergent including 慢自闭儿童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在其中一个影片也有提到，其实也是 neurodivergent。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称呢？其实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大脑的运作不太一样，有一些雷同的部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群 ADHD 的人，又或者是这一群泛自闭的人，他们的大脑运作机制真的跟其他人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就是我们的大脑机制跟别人不同，那我们也能够透过后天的一个培养，去了解我们怎么样去因应我们大脑跟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去配合去学习，又或者是配合去管理自己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个都是必须要自己去多吸收资讯，然后去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那有些人呢，可能他前1分钟呢觉得非常有动力，然后专注力非常的高，但是呢，可能下1分钟马上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非常的涣散，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懒散。甚至有些人呢，可能在看完我那个7种 ADD 的症状之后呢，发现我怎么每一个都有，好像什么都有一样。
这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你有可能是混杂了其他的不一样的，那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就能够越熟悉，或者是去针对自己的症状去了解说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对我更有帮助。所以他非常建议每一个人都去多了解跟 ADHD 相关的一些资讯，对自己是会比较有帮助的哦。好，第4个呢，就是所谓的 creative outlet， 就是让自己的创意有一个出口。怎么说呢？其实我发现呢 ，ADHD 人其实都还蛮有创意的。那当我们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创意的出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创作的就是一个动力。那其实就会让你开始激发，我要怎么样去做，怎么去设计，怎么去想，或者是怎么样去做一些结构不同的事情出来。例如说，当我们在拍影片的时候，拍影片其实也是一个创作。那在拍影片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个动力的来源，就会让我去思考说，我要拍什么样的影片，然后我的影片有什么样的结构，我要怎么样去跟大家陈述，我有哪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就是一种刺激。包括说呢，我个人也很喜欢做一些设计方面，所以如果当有其他人有一些 project 希望我帮忙做设计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种东西还有新鲜感，我要怎么样去设计，我要怎么样去表达这个概念呢？又或者是怎么样去构图啊之类的，这就是一个刺激。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非常建议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自己有 ADD 或者是 ADHD 的话，尽量去找出自己的一个创意的出口，它有可能是音乐，也有可能是美劳，或者是手作品，又或者是其他你觉得可以就是发挥你创意的一些事情，甚至包括是写作都可以。那使自己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就会发现你常常会处在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OK， 第5点呢，就是与人连结。那这一点呢，其实适用在 ADHD 还有其他所有人身上。我们其实人就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动物，所以呢，当我们人开始觉得说，我有 ADHD， 可是你没有，然后你都不了解我，又或者是我每次做什么事情好像都跟大家不一样，就会开始有一种慢慢退缩的感觉，甚至包括觉得好孤立无援，都没有人懂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样，或者是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它慢慢的跟大家越来越分离，所以会产生一种分离感、孤立感，然后觉得无助、无援，甚至无望。那这些都会导致一个人越来越抑郁、忧郁，或者是觉得没有希望。所以呢，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在做心理评估的时候，不管你是患有各种方面的其他的疾病，其实这个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准则。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 ADHD 的人呢，其实第一，可能如果你有 ADHD 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冲动，又或者是很有可能会口无遮拦，说一些话得罪别人，又或者是呢，常常会因为分心不注意，然后一个失神，或者是常常分心，导致别人觉得你没有在专心说话，让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也包括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疏失，然后东忙西忙，然后常常在分心的状态，就忘记了其实要时时刻刻去保持跟某些朋友联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相对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也是一样是可以刻意的去管理，然后甚至去维持的。那当我们能够与人有更多的连接的时候呢，相对的我们就会觉得，我是有朋友的，是有人支持我的，是有人了解我的。当我们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支持的系统的时候呢，相对的我们的心情也会比较愉悦一点。所以这是以上5点 Dr. Nick Holloway 他所分享的5种能够让我们跟 ADHD 共存的一个小撇步。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撇步吗？欢迎跟我们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那未来我们也还是会持续的跟大家提供相关的，例如说科学实证啦、研究发现啦，关于如何去管理我们 ADHD 症状，或者是改善提升我们 ADHD 的生活品质的一些部分哦。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